美国信用分这张隐形身份证价值6位数，半年可以完成800分的全攻略。信用分是美国生活的第二身份证，它不仅仅关乎房贷，还关乎车贷、保险、租房，甚至找工作。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，它是你的财务人设。无论是买房贷款差出的0.5%的利率，还是租房时候的押金多寡，甚至入职被调，这个分数都在背后左右着你的钱包。底层逻辑，分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呢？想提分，先看银行的打分表。分数主要由5大板块构成：还款记录35%，是否按时还钱，权重最高，一次逾期回所有，额度使用率30%，你刷了额度的几%，越低越好。信用史长度15%，第一张卡开了多久，平均卡龄是多少？信用种类10%，是否有不同类型的贷款？信用卡、房贷、车贷。新开户记录10%，最近有没有频繁申请新卡？如果把你的财务信用比作一场考试，那么 FICO 就是那套最权威、全美90%的银行都在用的考试卷子。它的全称是 Fair Isaac Corporation， 这是1956年创立的一家公司，专门研发出一套数学模型来计算人的信用风险。它的地位虽然美国有3家巨大的信用报告公司，但是他们只是负责收集你的原始数据，而 FICO 则是那个负责打分的评卷老师。分数范围在300到850分之间，800分以上是财务大神，所有的贷款利率任你挑。740到799分优等生，拿最优利率基本没有问题。670到739分普通人，大多数人的区间，利率一般。580到669分危险边缘，贷款开始变得困难，利率高。579分以下很难从正规银行借到钱。降低使用率，学会欺骗银行的账单日。底层原理，银行只看你的账单日当天的余额。黑科技，假如你额度是10000美元，平时刷了5000美元，如果在账单日前3天提前还掉4500美元，银行上报给信用局的余额就只有500美元。将每张卡的使用率控制在1%到10%之间。在买房前的6到12个月，禁止申请任何新信用卡、车贷或者是分期付款。注意，甚至商场的促销的开卡优惠也要拒绝，因为每一次的查询都会扣分，并且记录保留2年。提额大法增加分母，实操就是打电话给现有的信用卡公司申请提高额度，核心就是明确的告诉客服不要查询，额度上去了，即便你花同样的钱，使用率百分比也会大幅下降。纠错申诉清理报告杂志，实操就是登录下载3家信用局报告，重点就是检查是否有不属于你的贷款、错误的逾期记录，发现错误，直接在线点击。通常30天内分数会因为错误消除而飙升，自动化绝对不给掉分机会。实操将所有信用卡设为至少还最低还款额，理由就是忘记还款，哪怕只迟到30天，分数可能瞬间暴跌100分。省下的利息就是纯赚的钱，养信用分不是为了那个数字，而是为了议价权。房贷740分以上能帮你省下数万美金的利息，车贷低利率意味着你每个月能多加好几箱油，
保险信用分高的人，车险保费通常也更便宜。避坑金句：别在买房之前为了$100的开卡奖励去查信用，那可能是你这辈子最贵的$100。在美国，房地产投资的核心不只是升值，更是运营效率与持有成本的管理。欢迎点赞订阅。